我是举世罕见的聪慧女子。太师府嫡长孙钱穆林的父母遍寻京城，才为他求娶到我。玉宁，我定不负你。然而与我成婚才不到1年，钱穆林就带白月光回了家。娘，我要娶今晚为平妻。我本做好了合理打算，谁知婆婆竟叫来家中所有未婚男儿，让我随便挑选。玉宁，钱家的嫡长孙可以换，但长孙席只能你来做。那一刻，钱夫哥彻底慌了。我叫沈玉宁，是九品芝麻官沈正原配留下的女儿。什么？你要去竞选钱家儿媳？你个扫把星也配？姐姐，京城钱家考选儿媳，那可是多少侯门公府千金都盯着的，你去了，怕不是得被人笑死？钱家可是太师府，短短50年出了3位帝师，5代状元，满门清贵。你这种蠢货去考，就是痴心妄想。哎，玉宁啊，虽说这钱家有祖训，男儿娶妻不看门第，不看嫁妆，只看脑子。爹知你有些小聪明，但钱家选媳要考诗书，考算学，考策论，还要考临机应变。嫁进钱家，难如登天。爹，我不是去嫁人的。听说钱家出的考题极难，我就想看看到底有多难。哼，不自量力！你就是玉宁吧？以后你便是我钱家的长孙媳了。什么？钱夫人，您是不是认错人了？这钱家门风清正，家中男儿个个才高8斗，模样还都生得好。我姐姐这般蒲柳之姿，怎配得上钱家男？我钱家费尽心思考选儿媳，怎会认错？玉宁便是此次考选名副其实的第1。高攀了，实在是高攀了！这个原配生的死丫头，怎得这般好命？什么高攀不高攀的？我们钱家娶媳只看脑子。玉宁的策论写的比我们家最聪慧的老4都要好，这样的姑娘不进钱家门，是我们钱家的损失。钱夫人过奖了。哎呀，还叫什么钱夫人？叫娘。成婚那天，我第一次见到我的夫君钱穆林，他确实如传闻一般好看，剑眉星目，气质清俊。玉宁，你这般聪慧，我定不负你。那时我以为他对我是满意的。新婚这几个月，我们琴瑟和鸣。玉宁，你磨的墨，夫君用起来最是得心应手。他书房里的书随便我翻，他写的文章也会拿给我看，让我帮着改。我改过几次，他看了之后沉默了很久，然后说：“你确实聪明。”我当时没听出这话里的意味，后来我才明白，原来他那时对我的夸奖不是欣赏，而是失落，是致敬。我算账极其快，一眼便能看出哪里有问题。婆婆对我总是赞不绝口。娘，万安糕点铺这个月的账少了300两。娘，这是管家印信，这钱家娘交给你，放心。就当我以为日子会这般平静安稳地过下去时，娘，我要娶今晚为平妻。钱穆林带白月光回了家。你说什么？娘，今晚他从边关一路跟我回来，风餐露宿，身子本就不大好，我先安顿他住下，缓一缓身子，有什么事儿咱们回头再说，行不行？安顿？堂堂侯府嫡女，金枝玉叶，身边难道连个伺候的人都没有？需要一个已经成家的外男来安顿？伯母，我父母常年驻守边关，
我在京城没什么熟识的人，也只有木林哥哥能依靠了。是啊，母亲，静婉和我是青梅竹马，我们二人从小一起长大，儿时她便常常来这里住。如今就让静婉先住在前府，等她身子好些，咱们再从长计议，好不好？儿时是儿时，如今你已成年娶妻，让她住前府，以什么身份住？娘，我都说了，我要娶静婉，她以后就是钱家的人，自然是以钱家孙媳妇的身份住进来。你要娶赵静婉，那她让玉宁如何自处？娘，这笔账有问题。城南的庄子今年的收成比去年少了3成，但账面上写的只少了1成，中间差的这2成去哪儿了？娘，这账得查。好孩子，让你继续查。这个孽障的事，娘来处理。我问你，你要娶她，那玉宁怎么办？娘，玉宁仍是正妻，静婉做平妻。身为钱家子孙，你可是忘了钱家祖训。钱家祖训只说男儿45子方可纳妾，可没说不能娶平妻。好你个钱穆陵，你读了20年圣贤书，到头来连平妻和妾的区别都分不清了吗？平妻就是个好听的说法，说到底还不是个妾，不过是你用来哄骗自己的幌子。你在钱家祖宗的牌位前拜过堂喝过酒的只有玉妮一个人，你现在跟我说你要再娶一个，你把你明媒正娶的媳妇放在哪里？又把你爹娘的脸面、钱家的门风放在哪里？伯母，我知道钱家的规矩大，当初是我不懂事，性子执拗，仗着自己的身份不肯来应试，是我不对。如今我知道错了，我愿意补考，您出什么题我都接着，绝不推诿。无论多难，我都不会再退缩，只求您能给我一个机会，给我一个留在木林哥哥身边的机会。静婉，委屈你了。哼，赵姑娘，你觉得钱家的规矩是什么？是考你几首诗、几道算学题，摆样子的吗？钱家考女子，考的不仅是学问、才情，更是心性。你当初不来，不是不懂事，不是性子执拗，而是看不起吧？你看不起钱家的规矩，看不起那些应试的寒门女子，更看不起钱家选媳的标准。木林哥哥，我赵家世代侯爵家臣，身份尊贵，我若是去和那么多普通女子挤在一起，参加你们家那儿媳考选，岂不让人笑掉了大牙去？我看你们钱家那套规矩，根本就是用来折辱人的，我才不稀罕。今晚放心，你无论参加与否，我都会娶你为妻，谁也拦不住。你觉得你是侯府嫡女，皇亲国戚，身份尊贵，不屑于跟我们这些钱家人讲规矩，不屑于跟那些寒门女子一起应试，你觉得那样会丢了你的脸面，丢了侯府的脸面？现在你又愿意考了，不是你真的知道错了，是因为你想嫁的人娶了别人，是因为你不甘心，不甘心自己的青梅竹马娶了一个你看不起的女人，不甘心自己输给了一个出身低微的人。可你想过没有，你这一后悔，要毁掉的是别人的姻缘，要践踏的是钱家世代相传的规矩，要羞辱的是运宁那颗干净纯粹的心。娘，我不准你这么说静婉，当初是我对不起她，如今我想补偿她，故而才求着她跟我回钱家，我有什么错？没错，你说你没错。祖父，父亲，你再说一遍，你没错。你可还记得，当年在列祖列宗面前，你说过什么？祖父，孙儿求你，孙儿只想娶静婉为妻，
求您成全孙儿吧！你娘没跟你说吗？无论他赵静婉是什么身份，要想进钱家的门，只能靠考的。他若是不考，钱家便不娶。祖父，可是没什么可是的，我只问你一句话：你当着钱家列祖列宗的面告诉我，你是要钱家的门风，还是要一个赵静婉？孙儿要钱家。玉宁，这事儿你怎么说？祖父，城南庄子的账查出问题了，管事的吞了2成收益，还做了假账，我已经让人把他扣下了。好，好，好，这才是我钱家的媳妇儿。丈夫在外面带了女人回来，她不哭不闹，甚至还在查庄子上的假账。你睁大眼睛看看，你媳妇儿在做什么？你又在做什么？你去祠堂把钱家的祖训抄100遍，抄完了，我有话跟你说，你最好想清楚，你到底要的是什么？是。祖父、母亲，城南庄子的管事得赶紧换掉，不然还会出乱子。你这孩子心怎么这么大？娘，我不是心大，我是觉得为一个心里没有我的男人伤神，不值当。你说的对，是娘对不起你。您没有对不起我，是钱穆林对不起钱家。但事情已然到了这个地步，钱穆林又是钱家长孙，从小便被寄予厚望，他的时间不应被后宅之事蹉跎。如今他一日不娶赵静婉，便会一日因此事操心，反而耽误了正事。不如让我与他和离吧。什么？玉宁，你说什么？和离？娘，赵静婉毕竟是侯府嫡女，身份尊贵，她往府里一住，日子久了，凭着她的性子，总能磨出个结果来。到那时，我夹在中间，处境少不了尴尬难堪。不如现在主动和离，还能给自己、给钱家都留份体面。娘，你放心，以我的本事，出去给人做账房都饿不死。不准！我不准你们和离！钱家没有这样的规矩，也绝不会让你受这样的委屈。爹，也不准你们和离！娘更不准你们和离！我们都不准！玉宁，你就安安心心当我钱家的长孙媳。至于那小子的事儿，娘和祖父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结果。你祖父怎么下得去这么重的手？为了沈玉宁那个外人，值当吗？沈玉宁那女人心思深沉得很，最会装模作样讨好家中长辈，把祖父和爹娘哄得团团转。曾经我看在家中长辈的面上，只能与她虚以为谊，假装敬她、喜她，处处让着她。如今她也爱我爱到难以自拔，把我当成了她的天，我便不用再装下去。那我们的事，今晚放心，我是钱家唯一的嫡长孙，未来的继承人。祖父和爹娘更是将我视为心头肉。我坚持娶你进门，没人能奈何得了我，更没人敢拦我。哼，如今罚我家法，不过为了全钱家的脸面，给那沈玉宁一个交代。真的？自然。相信马上爷爷便会想通，然后宣布让我风风光光迎你进门。届时，你便是我名正言顺的妻。
怎的如此没规矩？不知道进别人的房间要敲门吗？谁让你擅自闯进来的？哦，我倒是不知道进自己婚房还要敲门是哪里的规矩。无论如何，赵小姐如今都还未过门，光天化日之下在我的婚房与我的夫君亲热，都不合时宜吧？你简直不可理喻！木林哥哥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这就走。今晚早晚是我的妻，沈玉宁，你别觉得祖父和爹娘疼你是因为你有多重要，他们对你好，不过是因为你嫡长孙媳妇的身份。换句话说，你在钱家享受的一切优待，都是因为我钱穆陵。没有我，你什么都不是。兄长此言差矣。嫂嫂自嫁进钱家以来，日日操劳，将钱家产业和账册打理得井井有条，收益更是翻了2成。祖父和长辈们对嫂嫂的爱重，皆是因为她自己。钱穆清在钱家排行老4，是钱家2房的长子，也是钱家所有子孙中才学最好的一个。去年的新科状元，年纪轻轻便在翰林院任学士，前途无量。他平日性子沉稳，深居简出，与我并无任何交集，今日为何会突然站出来帮我说话？你还知道这是你嫂子？二弟，我这个嫡长孙的家事，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，更轮不到你来管。兄长说的是，但此事事关钱家家风，穆青不能冷眼旁观。你好了，木林哥哥，别生气了，都怪我不该出现在这里，伤了你们兄弟之间的和睦。哪有？不准你这么说自己。赵小姐不愧是侯府嫡女，当真有自知之明。你不仅伤了我们兄弟和睦，还伤了我兄长和嫂嫂的夫妻之情。我现在就走！你们竟然联手羞辱静婉，真是好得很！沈玉宁，等今晚过门之后，你若再敢羞辱她，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！大公子、大少夫人还有4公子，家主请各位到正堂议事，请各位随老奴一步。定是祖父想通了，准备同意我迎娶静婉过门，要昭告全族了。都齐了吧？钱穆陵，既然你执意要娶赵静婉，那便娶了吧。谢祖父成全，孙儿定会好好待静婉。还有一事，钱穆陵身为钱家长孙，违背祖训，私带外姓女子入府，意图以平妻之名行纳妾之实。今日当着钱家上下，我做主，将钱穆陵逐出钱家嫡系族谱。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！父亲，求您手下留情，是我这个父亲没教好他，求您再给他一次机会吧。钱家的规矩不是我定的，是祖宗定的。祖宗说，钱家娶妻娶贤，娶的不是一张脸，不是一副身世，是一颗脑子。玉宁以选考第1的成绩进了钱家，她就是我钱家明媒正娶的长孙媳。钱穆陵不认这个媳妇儿，就是不认钱家的规矩。不认规矩的人，不配当钱家的嫡系。祖父，
孙儿知道您说的都是气话，对不对？孙儿知错了，孙儿真的知错了。您罚我跪祠堂、抄祖训、受家法，什么都行，您不能把我逐出族谱啊！你带那个女人进门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想钱家的规矩、钱家的家风、钱家的族谱？父亲，儿媳有话说。钱穆灵是我生的，她犯了错，我这个做娘的有责任。逐她出嫡系族谱是钱家的规矩，我认。但玉宁没有错，她嫁进钱家不到1年，操理家务、打理产业，样样都做得妥帖。钱家不能因为她嫁的那个人混账，就让她受委屈。钱家还有未成婚的男儿，有一个算一个，都站出来！玉宁，你挑一个，看中哪个，今天就把这婚事定了。钱家的长孙可以换，但长孙喜只能你来做。你嫁谁，谁就是钱家新的嫡长孙。玉宁，你放心，你既凭本事进了我钱家，钱家便绝不会让你受半分委屈。娘，娘，你疯了！我知道爷爷将我逐出族谱是为了赌气，装装样子。你可是我亲生母亲，为何向着沈玉宁那个外人？是啊，伯母，您怎能如此荒唐？玉宁姐姐已是穆林哥哥的妻子，怎能再从钱家男儿中另选夫婿？这传出去，岂不是让钱家沦为京城笑柄？荒唐！比起你一个未过门的女子私闯钱家，勾搭有妇之夫，我钱家家规还算不得荒唐？我堂堂侯府嫡女，竟比不得一个九品芝麻官之女。沈玉宁，你给我等着！再者，谁说你爷爷将你逐出族谱只是为了装装样子？怎么可能？被逐出嫡系，失去长孙之位，就等于失去了钱家所有的荣光和依仗。不，好了，既然钱穆灵的名字已经被划出族谱，玉宁，你也该选出新的嫡长孙了。玉宁，你不会选的，对不对？四弟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你问，我知无不言。钱家祖训说娶妻娶贤要考诗书、算学、策论，我考了女子中的第1。如果你也来考，你能考第几？我考不过你。你都没考，怎么就知道考不过我？莫不是故意让着我？我看过你的策论，立意深远，文笔流畅，字字珠玑，我的确写不过你。我的天，钱穆青在翰林院可是以文章著称的，连皇上都亲口夸过他的文采。是啊，他竟然当着钱家上下几十口人的面，承认自己写不过沈玉宁。如果我要查庄子的账，你会怎么帮我？你要查账，我便给你调人。钱家在京畿一带的庄子、铺子，所有的管事名册和历年账目，我3天之内给你整理出来。你要查哪一年的，我就给你哪一年的。如果查出来有人做了假账，怎么办？按钱家的规矩办，贪墨超过100两的，送官查办，依法处置；100两以下的，追回银钱，逐出庄子和铺子，永不录用。如果那个人是你用惯了的旧人，跟了你很多年呢？规矩就是规矩，跟了我再多年，犯了规矩，一样处置。
祖父娘，我挑好了。挑了谁？二房钱穆青。玉宁，你叫我穆青就好。好，好，玉宁好眼光。穆青这孩子啊，才学心性都是钱家顶尖的，配你正好。不，我不同意！沈玉宁，你在跟我赌气，对不对？你明明那么爱我，怎么可能选我的族弟做你的夫婿？你曾经也是我的夫，不也要娶别人进门？再者，我曾经爱你重你，是因钱家爱我重我。我既做了钱家儿媳，便会好好对我的夫君，无关乎你到底是谁，重要的是我夫君这个位置。怎么可能？你骗我！我不信，我不同意，坚决不同意嫁给钱穆青。由不得你不同意。老二家的运宁选了你儿子做嫡长孙，你可听见了？父亲，听见了。你儿子运宁看中了你这个做公公的，有没有意见？怎会有意见？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运宁聪慧能干，穆青温润有才，两人简直是天作之合。穆青，运宁选了你，你自己怎么说？祖父，不是运宁选了我，是我等了他很久。啊，这是啊！当初考选儿媳的时候，出题的人是我。运宁的答卷我是第一个看的，也是我批的。这我知道，当时你还在运宁的卷子上写了一行小字，我问你写的什么，你小子还支支吾吾、扭扭捏捏的，不好意思说呢。我写的是“此女大才，当为钱家妇”。哥，那后来呢？后来钱穆陵娶了你，我是次子，婚事自然紧着长孙先来。玉宁，我把你的卷子批了第一，然后却眼睁睁看着我的兄长把你娶进了门。玉宁，我这个当娘的作证，穆青说的可都是真的。当初考选儿媳的卷子，穆青批完之后，拿到他爹书房里放了一整晚，连觉都没睡好。第二天早上我去收拾，只见桌上摊着你的卷子，旁边还放了一张纸，上面还写了好几个名字。他翻来覆去的写了大半张纸。他写了什么？钱穆青之妻沈运宁。穆青一个人在书房里待了一整晚，一口饭没吃，抱着酒坛喝了一整晚。第二天出来的时候，眼睛红得像兔子，跟他爹说是熬夜看书熬的。他爹老实，信了他的话，可我不信。我是他娘，他那点心思，我还能看不出来吗？是我生的儿子不争气，不懂珍惜，亲手推开了运宁这么好的姑娘。穆青，你这孩子瞒得我们够深的啊！既然你是真心实意的喜欢运宁，护着运宁，那我们这些做长辈的也能放心了。不是瞒，是没到时候。当初时机未到，我不能逾矩，也不能耽误运宁。那现在到时候了？自然到了。好，穆青既然早就看中了运宁，真心待她，那就将婚期尽快定下来，3天之内把婚事风风光光办了，绝不能委屈了运宁。祖父，我不服！事到如今，木已成舟，你还有什么不服的？钱穆青心中早就存了安杂的龌龊心思，他明知运宁是我妻子，却还暗中意淫，此人大逆不道，觊觎兄嫂。他大逆不道，你还好意思说别人？你媳妇儿是你自己不要的，你带着别的女人进门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想她？现在有人真心护着她，珍惜她了，你倒不服了。晚了。沈玉宁，你可是我8抬大轿明媒正娶的妻子，当真要背弃于我，改嫁给他？
当真？你想清楚了，你若嫁给他，我此生都不会原谅你。钱公子，请注意你的言辞。你我二人已经和离，从此男婚女嫁各不相干。我嫁给谁，与你有什么关系？沈玉宁，你再说一遍。好，那我就再说一遍。我如今改嫁给了钱家新任的嫡长孙，按规矩，你现在该叫我一声嫂嫂。你竟敢如此羞辱我！放开他！你弄疼他了。你们两个奸夫淫妇，不知廉耻，简直是钱家的败！你打我！木林哥哥，你没事吧？钱公子还望自重，你现在没资格辱骂我和我的夫君。沈小姐，你未免做得太过分了吧？背弃木林哥哥另嫁他人就算了，如今竟敢打他！木林哥哥无论如何都是钱家人，如何轮得到你这个外人指手画脚？外人？谁说玉宁是外人？玉宁如今是我的正妻，是我钱穆青要携手一生、悉心呵护的至亲之人。现在是，以后是，永远都是。要说外人，赵小姐才是那个真正的外人吧？未过门便私闯钱家，勾搭有妇之夫，败坏钱家门风，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指责玉宁？不准你这么说今晚！你要是把今晚当成外人，那等同于把我也视为外人。哼，穆青说的并没有错。爷爷，你这就是我的亲人啊，这就是我从小长大的家，你们就是这么对我的，竟为了一个女人放弃我这个嫡长孙。木林哥哥放心，我乃侯府嫡女，世代勋贵，就算你离了钱家，我娘家也能给你足够的助力。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离开钱家？好，我们走。你们今日为了一个女人弃我于不顾，他日你们一定会有后悔的一天。我钱穆陵在此立誓，定会让你们为今日的决定付出代价。四弟，往后庄子上的账目繁杂，还要劳烦你多费心了。应该的，能为你分忧是我之荣幸。不过，我有一个小小的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你说便是。以后别再叫我四弟了。嫂子，我哥的意思是让你叫他名字，他等这一天等了好久了。穆青，我在。夫妻对拜。玉宁，这次是我，以后也是我。我知道。哥，你倒是收着点儿，笑得跟不值钱似的。嫂子都嫁给你了，肯定跑不了。送入洞房。那张纸，你看到了？看到了。
那天晚上，我确实写了很多遍你的名字，写完之后又觉得不妥，怕被人看到说你闲话，想烧掉，又实在舍不得。舍不得的东西留着就是了。玉宁，当初祖父让我拟考选儿媳的考题时，我一共出了7道，其中有一道侧面题，问的是如何治家。你答的内容，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清清楚楚，一字不差。家者，非一人之家也。治家之道，在立规矩，在明赏罚，在用人所长。规矩立则上下有序，赏罚明则人心有度，用人所长则事办而不功倍。然规矩之外尚有人情，赏罚之上尚有仁义。我看到这段话的时候就知道，这个女子我要定了。可是我是次子，按钱家的规矩，长孙的婚事在前，我没有资格逾矩，更轮不到我开口表明心意。后来大哥娶了你，我便暗下决心，只要你能过得好，能不受委屈，我远远看着你，陪着你，就足够了。那现在呢？现在，大哥不懂你的好，不珍惜你，可我懂。从今往后，换我来珍惜你，护着你，绝不让你再受半分委屈。我原以为当初选了钱穆青，不过是为了稳住钱家的局面，守住自己的体面，不至于落得个无依无靠的下场，却没想到兜兜转转，钱穆青竟是那个真正懂我、疼我、爱我的人。玉宁，从今往后，庄子上的账目我帮你查，你想看的书我帮你找，夜里你读书时灯我帮你点，你不用回头，不用将就，不用委曲求全，也不用再独自硬撑，你只管大胆往前走，做你想做的事，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跟着。好了，夫君，别再煽情了，该办正事了。什么正事？你说呢？钱穆林，你不能再喝了！当初你死都要娶我，现在我成了你的正妻，你明明应该感到高兴才是，如今却如此这般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今天是沈玉宁和钱穆青大婚的日子，你竟摆出一副这样的姿态，不会是后悔了吧？你后悔当初放弃沈玉宁，后悔娶了我，对不对？好啊，钱穆林，我为了和你在一起，抛下了我的家世、我的尊严、我的一切，你就是这样回报我的。今晚不是的，你别胡思乱想，我没有后悔，我从来都没有后悔娶你。那你为什么借酒消愁？为什么整日浑浑噩噩？你是不是还放不下他？钱穆林，你不会爱上他了吧？傻瓜，说什么呢？我自始至终爱的只有你一人，沈玉宁那个女人不配与你相提并论。今日喝酒，不过是因为满心愤怒，气结在心，无处发泄罢了。我气钱家人胳膊肘往外拐，气他们为了沈玉宁那个外人置我这个嫡长孙于不顾，也气沈玉宁的水性杨花不知廉耻。真的吗？自然是真的，定会让沈玉宁那个女人后悔背叛我，后悔选择钱穆青。钱穆林，你以为你骗得了我吗？你如今这般气急败坏，想要让沈玉宁后悔离开你，分明是因为你对她动了心。沈玉宁，你这个贱人，无论你嫁给谁，无论钱穆林对你还有没有心思，我都不会放过你。沈玉宁那个贱人，我当初就不该放过她。我定会让你身败名裂，不得好死。是啊，妹妹，今日之事便拜托你了。姐姐说的哪里话？我早就看那个沈玉宁不顺眼了。一个出身低微的女子，也配嫁给钱穆青哥哥？我今日定叫她吃不了兜着走，颜面扫地。哼，竟敢当着我的面光明正大勾引穆青哥哥，不知好歹的贱人！今晚姐姐我们过去，我现在就要让沈玉宁那个贱人好看。沈玉宁，李诗亚可是尚书府最受宠的小女儿，京城出了名的刺头。今日这局，无论钱穆青再怎么护着你，你都要掉层皮。玉宁，
今日这诗会人多繁杂，你可还自在？若是觉得无趣，我们便早些回去。有你在一旁，自然自在。之前钱穆林从未带我出席过这种场合，以后有我的地方，便有你。哟，这不是钱家那个飞上枝头的野鸡吗？这下有好戏看了。这尚书府的大小姐喜欢钱穆青多年，钱穆青一直爱答不理，没想到鸟头就娶了自己的兄嫂。这李诗雅大小姐向来骄纵惯了，受不得半点委屈，如今被抢了心上人，还不得气疯？说不定要当场撕破脸呢。是啊，今日这沈玉宁可要惨喽。不过是个出身卑微的九品芝麻官之女，仗着钱家的权势，竟也敢来这种高规格的诗会，还摆出一副清高孤傲的样子，真是令人作呕。哼，诗雅姐姐说的是，这种人哪里配与我们这些世家小姐同席？怕是连基本的诗词歌赋都一窍不通吧？我看你还是赶紧滚回家去，别在这里丢人现眼了。放肆！玉宁是我钱家明媒正娶的长孙媳，配得上任何场合，轮不到任何人智慧。穆青哥哥，你凶什么？我们只是实话实说罢了。沈玉宁出身低微，从未受过正统的诗书教育，难不成还能做出什么好诗？怕是连平色都分不清吧？玉宁是钱家儿媳考选，名副其实的第一，诗书策论无一不精，无一不通。论才学，在场的女子未必有人能及得上她。我不信，一个小门小户出来的，能有什么才学？妹妹有所不知，听说钱家考选的考题是穆青公子出的，考卷也是他亲自批的。我说一个下等人家的女儿，怎可能考上钱家儿媳？原来是穆青哥哥帮她走的后门，真是卑鄙无耻！沈玉宁，你给我等着，马上我就让你原形毕露。既然穆青哥哥对你评价这么高，不如露一手，让我们看看你到底配不配得上钱家的门楣。怎么，沈小姐这是不敢了？有何不敢？李小姐既然这么说，那我便献丑了。只是不知二位想让我以何为题？今日兰亭别院梅开正盛，暗香浮动，便以寒梅为题作诗一首，题材不限，限时一炷香。我倒要看看你能不能做出一首像样的诗来。若是做不出来，或者做得不堪入目，便要当众向我们道歉，承认自己不配来这诗会，不配做钱家的长孙媳，更不配站在穆青哥哥身边。李诗雅，你若再得寸进尺，我会让你李家付出代价。穆青，无妨，不过是作诗一首，何惧之有？献丑了，还请各位多多指教。朔风漫卷雪侵衣，独倚疏枝占玉姿。不与凡芳争暖艳，一身清骨傲寒食。哇，好诗，好诗啊！好诗，好一首咏梅，寥寥28字，便将寒梅的坚韧与清雅写得淋漓尽致。一身清骨傲寒食一句，更是点睛之笔，既有文人的风骨，又有女子的温婉韵味，难得，实在难得啊！老先生说的是，这首诗意境悠远，用词精炼，对仗工整，绝非寻常闺阁女子所能做出。沈小姐年纪轻轻，竟有如此才华，真是才华横溢，令人钦佩。是啊，早就听闻钱家长孙媳擅长算账理事，把钱家内宅打理得井井有条，却没想到她竟还有如此出众的诗才，真是巾帼不让须眉，难得一见的奇女子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她一个九品芝麻官之女，从小连像样的私塾都没上过，怎么可能做出这么好的诗？一定是她提前备好的，一定是这样。哼，不过是一首咏梅诗罢了，侥幸而已，算不得什么真本事。若是换一个题目，你未必能做得出来。李小姐若是不服，不妨再出一个题目，我奉陪到底。运宁的才华，今日在场的各位有目共睹，绝非侥幸。二位若是再胡搅蛮缠，故意刁难，休怪我不客气。今日诗会，我本不想扫了大家的兴致，但也绝容不得任何人欺负我的妻子。运宁，委屈你了，我们走。
沈玉宁，你凭什么？凭什么？二婶，您怎么来了？快请坐。还叫什么二婶？如今你嫁给了穆青，就得叫我娘。娘，玉宁，快看，我给你带了什么好东西。娘，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要。这么好的翡翠，您自己留着戴多好。好孩子，快拿着。昨天诗会上让你受委屈了，以后这种场合，娘定会提前打点好，绝不让任何人再敢欺负你。娘，我不委屈。你这孩子就是太懂事了，有什么事儿都自己扛，嚼碎了往自己肚子里咽。但娘告诉你，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了，娘还有你的丈夫穆青，甚至钱家的所有长辈都是你的后盾。玉宁，记住了，谢谢娘。这才对。对了，你嫁进钱家这么久，一直忙着打理家事，还没回门看过吧？明儿个娘就带你回去看看，也好让沈家的人知道你现在过得很好。娘，我不想回。娘知道，自打你母亲去世，你那继母进门，你就没在沈家过过一天好日子。你那继母心术不正，对你成日百般刁难搓磨你。你爹又是个软蛋，胆小怕事，从来不敢为你说一句公道话。这次回门，娘就是要狠狠杀杀他们的气焰，为你撑腰。带我一个，我也要去。明日便让沈家人好好看看，我们玉宁现在可是有2个娘疼、2个娘护着的人。爹娘，我可是听说那嫡长孙钱穆林公子可是侯府小姐的青梅竹马，人家根本就看不上姐姐那种货色。依我看，姐姐可能已经被赶出来了。赶出来正好，等他灰溜溜的回了沈家，就把他卖给村里的刘麻子换酒钱。那是你姐姐？哪门子姐姐？又不是一个娘胎里出来的。那个晦气的贱蹄子有哪里像我们沈家人？她就是个嫁出去了还能被退货的废物。老爷夫人，不好了，大小姐回来了。果真被赶回来了，我就知道钱家根本看不上她这种贱蹄子。现在好了，看她还怎么在我们面前装清高。没用的东西，被钱家赶出来了，还有脸回沈家？我要是你，早就一头撞死了，省得在这里丢人现眼。哟，这不是堂堂钱家长孙媳吗？怎么才嫁过去不到1年，就灰溜溜的跑回来了？不会是被钱家人看出真面目，把你扫地出门了吧？沈玉宁，你从小到大就会摆着一副死人脸给谁看啊？赶紧舔着脸给爷笑！老子跟你说话呢，信不信老子抽死你？我看谁敢！玉宁乃我钱家长孙媳，是钱家明媒正娶的少夫人。今日我倒要看看，谁敢对她有半分不敬！你敢吗？不敢。不敢？那刚刚是怎么回事？怎么，你的手不想要可以直说，我不介意帮你剁了。我错了，我知道错了。误会，都是误会，亲家母息怒啊！我们只是一时着急，玉宁这孩子从小到大性子执拗，不让人省心，我们也是怕他在外面惹祸，所以才出言叮嘱他，绝没有欺负他的意思。亲家来一回不容易，快备宴，我们一家人好好吃一顿，然后再……不必了。我们这次来，便是想和你们沈家说清楚，玉宁既嫁进了我钱家，成了我钱家的儿媳，那便是我钱家的人，与你们再无半分干系。从今往后，玉宁的事就是钱家的事，谁敢欺辱玉宁，便是与我钱家为敌。你们可懂了？是。玉宁，我们走。
陛下驾到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众卿平身。谢陛下。陛下，臣有本启奏。近日听闻，翰林院学士钱穆清不顾伦理纲常，强娶其兄钱穆林之妻沈氏，此举败坏朝风，有违伦常，影响恶劣。望陛下严惩钱穆清，以正风气。好，娶兄妻，竟有这等事。钱爱卿，你怎么说？回陛下。哈哈哈哈！有意思，原来两个主人公都在啊！哈哈哈哈！钱穆清，你先说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回陛下，臣娶沈氏，依的是钱家的规矩，钱家的规矩是祖宗定的，臣不敢违。至于伦常，沈氏与钱穆林的婚姻已在钱穆林被逐出族谱之日解除，臣娶的是无夫之女，何来为伦常之说？再者，臣与玉宁两情相悦，情投意合，并无半分强迫之意。你怎么说钱穆林爱卿？回陛下，臣弟所言并非实情，他与沈氏绝非两情相悦，我这臣弟早就觊觎兄嫂。他是如何觊觎的？展开说说。他早在批阅考选试卷的时候，便对沈氏存了不轨之心，偷偷写了许久沈氏的名字。后来钱穆清为了讨好沈氏，竟当众示好，当着钱氏一族的面说自己的策论写的不如他。陛下，臣敢立誓，在沈氏成为臣的妻子之前，臣从未有过任何越矩的行为。对沈氏，唯有欣赏与敬重，绝无半分龌龊之心。至于臣说策论写的不如沈氏，乃是实情。臣心悦诚服，绝非故意讨好。钱穆清啊，你的策论朕是知道的，整个朝堂都没什么人能写得过你。你那个媳妇儿，当真写的比你还好。回陛下，臣的策论确不如他。那朕倒是想见见。宣前审玉宁氏，明日御书房觐见。臣妇参见陛下。起来吧。谢陛下。朕听穆清说你有大才，策论写得比他还好，想亲眼见识一番。陛下言重了，臣妇不过是略通笔墨，谈不上有什么大才。穆清所言不过是谬赞罢了。不必过谦。朕问你，如今我大夏国富民强，百姓安居乐业，该如何进一步安邦帝国，实现长治久安？安邦之要，在民，在纲，在疆，在军。轻徭薄赋以安民心，严明法度以肃朝纲，整军备守以固疆土，君明臣贤以谋长远。四者兼具，躬行不懈，方能攘外安内，固社稷，安苍生，实现长治久安。沈玉宁，你确有大才，钱穆清果然没有骗朕。沈玉宁，朕的后宫缺一个会管账的人，你可愿意？陛下，臣妇已是钱穆清之妻。朕知道，你先起来。朕的意思是，朕想把后宫的部分账目交给钱家来打理，你来做，穆清协办。后宫的账乱了几十年了，朕早就想找人理一理，一直没找到合适的人选。
你的出现，恰好解了朕心头一事。臣妇领旨。玉宁，陛下没有为难你吧？并未，只是陛下让我管后宫的账。那我得给我们家夫人多配几个算盘。寻常男子听说妻子被皇帝派去管理后宫的账，要么觉得荣耀，要么觉得惶恐。他的第一反应居然是给我配算盘。钱穆青，你就没有别的话要说？有。后宫的水深，你一个人趟我不放心。回头我跟陛下请旨，以协办的名义跟你一起进宫，账你管，人我帮你挡。玉宁，怎么一直笑得这么开心？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吗？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人，那个人站在朱红色的宫门前，神情认真的，都像是在说情话，但说的每一句话都比情话更动听。钱夫人，这后宫账目实在是乱得离谱，几十年的旧账积压，层层遮掩，根本经不起细查。是啊，夫人，寻常绸缎市价1匹不过2两，宫中采购竟计7、8两，足足翻了3、4倍，这差价实在让人心惊。更荒唐的是这些，账上白纸黑字记着珠宝、珍稀木料入宫入库，可我们核对了所有库房账主入库名次，压根儿没这些东西的踪迹，空账冒银，肆无忌惮。原本以为只是小贪小利，没想到竟是贯通数十年的无底洞。全部如实记录。可是夫人，光李贵妃一人，在1年之内便凭空多报了近1万两白银，日积月累，流失的公银数额骇人听闻。但李贵妃极得陛下圣宠，且是尚书府嫡女，我们当真要……我早说过，接手后宫账目便容不得半分猫腻。辛苦诸位先生，将所有虚账、空账、差价账目逐一辨明，整理成清晰清单，一笔不落，全部归档。是，我等遵命。姐姐，你是不知道那个沈玉宁有多嚣张。上次兰亭诗会，他当众压我一头，母亲还处处护着他，简直气煞我也。不过是个小门小户出来的女子，运气好嫁入钱家，得了几分脸面罢了。区区一介妇人，也敢在京城贵女圈子里耀武扬威。放心，她翻不起什么风浪。姐姐，人家不管吗？妹妹要沈玉宁那个贱人好看。放心，等我在陛下耳边多吹吹枕边风，定叫他吃不了兜着走，乖乖灰溜溜退出京城上流圈子。贵妃娘娘，不好了，大事不好了！慌慌张张成何体统？何事如此失态？娘娘，钱穆青的夫人沈玉宁带着账房先生彻查后宫旧账，查到咱们长乐宫头上了。您这几年采买虚报、空账冒银的账目，全都被他一一查实，正在逐条登记归档。好大的胆子！一个外命氏，也敢查本宫的账！碧莲，你即刻去传本宫的口谕，派人去请沈玉宁来长乐宫喝茶。是，娘娘。钱夫人，贵妃娘娘想请您喝茶论诗，望即刻移步长乐宫，不得延误。回去回禀贵妃娘娘，近日玉宁忙于梳理后宫积账，公务繁忙，无暇赴约。大人，贵妃娘娘相邀，乃是莫大的殊荣，怎能推脱？告诉你们娘娘，我夫人近日只跟账本喝茶。娘娘，钱大人原话便是如此，奴婢不敢多言。
跟账本喝茶，他这是摆明了跟本宫、跟整个李家作对。区区协助查账之人，也敢恃宠而骄，目中无人。本宫宫中这些纰漏旧账，桩桩件件都牵扯甚广，更是和尚书府脱不开干系。若是任由他继续查下去，后果怕是不堪设想。快，立刻派人快马去尚书府，告知我父亲，速速入宫商议对策。事态紧急，片刻耽误不得。好一个沈玉宁，好大的胆子！区区一个小辈妇人，竟敢不知天高地厚，揪着后宫旧案不放。老爷，那沈玉宁如今有钱穆青撑腰，又得陛下旨意查账，着实不太好对付。钱穆青是朝中重臣，我暂时动不了他。可沈玉宁不过是娘家贫寒的一介妇人，哼，动不了钱家，我还动不了你吗？沈玉宁，我马上就让你知晓得罪我李家的下场。荒唐，简直荒唐！后宫3位主管账目的女官，2个都是李贵妃亲信。数十年公银流失，层层贪墨，内外勾结，竟猖獗到这般地步。把李贵妃给朕叫过来，你自己好好看看。陛下，臣妾冤枉，定是沈玉宁记恨臣妾的妹妹诗雅，曾在实惠下了她的面子，所以才故意捏造假账，蓄意栽赃臣妾。他心胸狭隘，挟私报复，陛下万万不可轻信啊！事到如今，你还敢狡辩？仗着朕的宠爱，勾结外戚，私吞公银，败坏宫规，罪证确凿，无可辩驳。即日起，废除李氏贵妃之位，降为庶人，打入冷宫。陛下，臣妾知错了，求陛下开恩。你姐姐沈玉宁，她到底要如何才肯收手？你可是沈家唯一的香火，被我抓来多日，她为何迟迟不肯服软相救？竟以为沈一峰是我的软肋，真是可笑之极。陛下，臣有本奏：翰林院学士钱穆青借结办后宫账目之名，肆意插手后宫事务，干预朝堂琐事，越权行事，逾矩违规，目无朝纲，恳请陛下严惩。李大人此言差矣。臣奉旨核查后宫账目，只为肃清贪腐，规整内库，从未肆意牵连，污蔑任何人。放肆！后宫账目乃是内宫琐事，你一介外臣插手内宫事务，不是越权，又该作何解释？李大人既然执意追究臣越权之罪，那臣便想问一句：后宫数十年虚耗的数万两白银，大半流向户部库房，由尚书大人经手调度，此事大人可否知晓？你胡说八道，无凭无据，竟敢污蔑朝廷重臣！臣手中握有完整账目详细、银钱流转记录，每一笔虚耗公银的走向、具体数目、入库日期、经手之人，无一言漏地呈给陛下。后宫贪腐，户部徇私，盘根错节数十年，今日总算有人敢彻底撕开这层遮手布了。陛下，户部尚书李松徇私枉法，勾结后宫，贪墨公银，祸乱朝纲，罪证确凿，即刻革去户部尚书之职，打入天牢，彻查罪责。遵旨。臣知罪，求陛下宽恕。钱穆青查账有功，刚正不阿，公私分明，即日起擢升为当朝户部尚书。谢陛下。宣钱穆青之妻沈玉宁进殿。宣钱穆青之妻沈玉宁进殿。臣妇沈玉宁参见陛下。后宫贪腐一案，最大的功臣来了，快快平身。
钱穆清之妻沈玉宁聪慧通透，才干卓绝，公正无私，特封为前朝唯一女官，正四品户部理事，位同左右侍郎，协理朝堂钱粮诸事。前朝唯一女官。谢陛下。陛下圣明。曾经我厌她无趣，嫌她表情永远那么平静，没有一丝生动，甚至以为她离开了我将一无是处。但如今，她却笑得如此动人。明媚，你的改变是因为钱穆清吗？穆清，你娶的这个媳妇儿聪慧果敢，杀伐利落，是朕登基以来见过最锋利的一把刀。陛下，她不是刀。刀向来是受人操控、任人摆布之物，而玉宁心有底线，胸有丘壑，善恶自辨，进退随心，从不受任何人摆布。他是拿刀的人。哈哈哈哈！好一个拿刀的人！木林哥哥，我们多日都没有温存了。静婉，今日公务繁忙，我们改日再……改日，又是改日。钱穆林，你近日常常魂不守舍，日日以公务繁忙为借口躲着我，到底是为什么？你是不是不爱我了？你想多了。我好不容易才娶到你，我发誓，你是我在这世上最爱之人。只是近日在朝堂上诸事不顺，心中烦闷，这才忽视了你。明日，我便陪你去宝庄阁，挑最新样式的衣裙。把你们这里品质最好、款式最新、最衬我肤色的成衣拿出来。是。赵小姐，这是咱们宝庄阁知名大家做的新款衣裙，简直是为您量身定做。放肆！赵小姐，您消消气，不知奴婢做错了什么，奴婢一定改。做错了什么？拿这种老气横秋的颜色过来，还说衬本小姐的肤色，你在嘲讽谁？奴婢没有，真的没有。我管你有没有，现在立刻给我跪下道歉！对不起，赵小姐，奴婢以后再也不敢拿这种颜色的衣服给您了，奴婢记住了。若是沈玉宁，绝不会如此做派。对不起，这位小姐，奴婢不是故意的，求您饶了奴婢。无妨。你没有受伤吧？木林哥哥，你在想什么呀？人家叫了你好几声，你都没反应。今晚怎么了？你看这件是不是很适合我？给我把这件裙子包起来。赵小姐，这件衣裙是其他夫人定制的，我们暂不售卖。不售卖，你们摆在这里干什么？我现在看上了这条裙子，那这条裙子就必须是我的，赶紧给我包起来。赵小姐，我不敢坏了宝庄阁的规矩。哦，我倒是想知道这条裙子到底是谁定的，竟让你不惜为了她而得罪我。沈玉宁，原来是你。
今日我和木林哥哥来宝庄阁挑选衣裙，恰好看上了你订的那件，劳烦沈姑娘让给我。这件裙子是我3日之前便定下的，宝庄阁的规矩，定制成衣概不售卖。赵小姐若是喜欢，可以自己去定制一件。我看上你的裙子是你的荣幸，我乃侯府嫡女，你不过是个九品芝麻官的女儿，也配跟我抢东西？赵小姐，如今你模样可是中气十足啊，怎么不装弱柳扶风了？再者，这里是宝庄阁，不是侯府，比的不是谁的爹官大，而是谁先付了银子。木林哥哥，你看他分明就是在故意羞辱我。曾经沈玉宁总是素面朝天，衣着朴素，安安静静地坐在账房打算盘，在我面前永远是一副逆来顺受的模样。可如今，她身着月白色宫装，腰束玉带，发髻高挽，眉目间透着几分英气与从容，周身的气度更是惊人。沈玉宁，不过是一件衣服，你让给静婉便是。她喜欢，你就当卖我个人情。钱公子，你我早已和离，男婚女嫁各不相干，我凭什么要卖你人情？沈玉宁，我警告你，我爹可是镇南侯，手握10万边关重兵，你信不信我让我爹随便找个由头，就能让你吃不了兜着走？赵小姐，你爹是镇南侯，那是你爹的本事，不是你的。而我是当朝正4品户部理事。正4品女官！天哪，咱们大夏朝开国以来，从未有过女子担任前朝官职啊！听说前几日在朝堂上，陛下亲自册封的，我还以为是谣传，没想到竟然是真的。不可能，你不过一个妇道人家，怎么可能当上正4品的官？这不可能！哦，我知道了，你这令牌定是伪造的，为了条裙子敢假冒朝廷命官。沈玉宁，我看你是脑袋都不想要了。静婉，他说的是真的。陛下前些时日刚将其封为正4品户部理事，卫同左右侍郎，协理朝堂钱粮诸事。赵小姐，这件裙子你还要吗？帮我把裙子包好，送到钱府。是，沈大人。玉宁，钱公子，请称呼我为沈大人，你我之间没那么熟。钱穆林，你在看什么？你不会是被沈玉宁那个贱人迷住了吧？静婉，别闹了，回去再说。你让我别闹，你没看见他沈玉宁是怎么羞辱我的吗？你不但不帮我，还站在那里发呆。钱穆林，你是不是后悔了？是不是觉得他比我好？静婉，你冷静一点，这大庭广众之下。钱穆林，你是不是以为我没了你就活不下去了？我告诉你，我爹在边关打了胜仗，马上就要回京封赏了。你不管我，我就让我爹去钱家为我讨个公道。沈玉宁，你给我等着！我赵静婉发誓，定会让你身败名裂，不得好死！这就是镇南侯，好威风啊！听说他在边关打了大胜仗，陛下特意召他回京封赏。哎，不过镇南侯怎么带着兵往钱府方向去了？钱家敢辱我女儿，我赵天雄定要为他讨一个公道！家主，不好了，镇南侯带着一队士兵把咱们钱府大门围住了。哼，我钱家3代帝师满门清贵，还怕他一个武夫不成？传我命令，请镇南侯进来喝茶。钱老爷子，多年不见，别来无恙。赵侯爷，你带着兵围我钱府，这是要做什么？哼，做什么？钱老爷子，你心里没数吗？我女儿赵静婉嫁给你钱家子孙钱穆陵，本是桩好姻缘，可你钱家却为了一个外人，将我女婿逐出族谱，害得我女儿跟着他受尽委屈。你就是沈玉宁吧？你一个改嫁的妇人，竟敢在宝庄阁刻意当众羞辱我女儿，还3番2次找我女儿麻烦。
你以为你当了官就可以为所欲为了？侯爷，宝创阁一事，确实赵小姐挑衅在先，玉宁只是自保而已。自保？他一个四品官欺负一个没有官职的妇人，也叫自保？侯爷，你讲不讲道理？是你女儿先抢玉宁定做的衣服，还拿你的身份威胁她。玉宁亮出官身只是为了自证身份，怎么就成欺负了？没错，玉宁自打嫁进我们钱家以来，从未找过你女儿麻烦，请侯爷莫要颠倒黑白。赵侯爷爱女心切，我可以理解，但你若是不分青红皂白，只听一面之词就来钱家兴师问罪，那未免太失你镇南侯的身份了。好一个伶牙俐齿的沈玉宁！你是因为有学华才抢了我女儿长孙媳的位置，也是因为有才学才被陛下封为户部理事的。是。那好，我赵铁山驻守边关10余年，最看重的就是真才实学。你若真有本事，就让我考考你。若是你能答上来，我今日便给你道歉，不再追究；若是答不上来，那你就是欺世盗名之辈，我定会上奏陛下，撤了你的官职。考验玉宁？侯爷，你这不是为难人吗？玉宁是文官，管的是钱粮账目，你一个武将，要考他什么？玉宁，别答应他，他分明就是故意刁难你。侯爷，我钱家敬你是功臣，但不代表你可以在我钱家撒野。玉宁是我钱家的媳妇儿，更是朝廷命官，不是你想考就考的。怎么，你们钱家不是最看重才学吗？当初选儿媳的时候，又是考诗书，又是考算学，又是考策论，说的天花乱坠。怎么如今我要考考你们钱家媳妇儿的真才实学，你们反倒不乐意了？还是说你们心里清楚，这个沈玉宁根本没有真才实学，不过是靠运气和关系才当上这个官的？你祖父无妨，既然侯爷想考，那我接着便是。玉宁，你确定赵天雄是武将？他要考你，定然是兵法、韬略之类的题目。你放心。侯爷，请出题。这沈玉宁竟真的敢接，哼！好，既然你敢接，那我便好好出题考考你。第一题，我驻守边关10余年，深知用兵之道，守在地利。我问你，若是在平原作战，敌军骑兵精锐，我方步兵为主，该如何布阵才能以弱胜强？姓赵的，你这哪里是考验一个管账的女官，分明是在考验一个将军。哼，小女娃，答不上来就放弃吧，你注定不是当官的料，还不如平原作战，敌骑精锐，我方步兵当用车阵。车阵，继续说。以辎重车围成圆阵，车与车之间用铁链相连，车上置长矛弓弩手。敌军骑兵冲阵，必先破车阵，车阵坚固，骑兵难以突入。待其锐气受损，我方再以精锐步兵从阵中出击，可一战而胜。这个答案与我在边关用过的战术竟然如出一辙。第二题，若是在山地作战，敌军居高临下，我方仰攻不利，该如何破敌？声东击西，引蛇出洞。如何引？派小股精锐佯攻正面，吸引敌军注意力，同时派主力绕道敌后，切断其退路与补给。敌军被困山中，粮草断绝，自然不战自破。第三题，若是城中粮草断绝，敌军围城数重，外无援兵，内无斗志，该如何守城？围城粮绝，外无援兵，这在兵法上是死局，神仙都难救。侯爷，你这分明是在为难玉宁，这种死局换谁来都无解。怎么，答不上来了？那我可要上奏陛下，撤了他的。谁说答不上来？围城粮绝，外无援兵，看似死局，实则未必。怎么说？其一，杀老弱残兵为食，节省粮草，强壮之势守城；其二，夜里悬城而下，焚敌粮草辎重，敌军粮草一断，围城必泄；其三，派人突围求援，不求大兵来救，只求一纸诏书，告知城中百姓援兵将至，安定人心。当年秦将白起为邯郸，赵军就是用此法坚守3年，最终等到了援兵。侯爷，这题我答得可对？
这3道题是我从军20余年遇到的真实战例，每一个都是我亲身经历过、苦思冥想才找到破解之法的难题。可眼前这个年纪轻轻、出身寒监的女子，竟然不加思索，对答如流。玉宁她怎么连兵法都懂？沈姑娘，赵某有眼不识泰山，今日冒犯了。侯爷言重了，我受不起。沈姑娘，你不仅有管账之才，更有安邦之能。你方才答的那3道题，每一道都是赵某在边关亲身经历过的战例。赵某当年苦思冥想数日才找到破解之法，你却对答如流，分毫不差。赵某今日鲁莽，冲撞了姑娘，还望姑娘见谅。赵某进宫之后，定会上奏陛下，举荐姑娘为兵部谋士，参与边关军务。赵侯爷言重了，玉宁才疏学浅，不敢当。不，你当得起。赵某阅人无数，从未见过像你这般聪慧通透的女子。钱家能娶到你，是钱家的福气。钱老爷子，赵某今日多有叨扰，改日定当登门赔罪，告辞。好，好，好，玉宁，你真是我钱家的福星啊！玉宁，你真是太厉害了，连那个出了名脾气臭的镇南侯都被你折服了。我的玉宁果然无所不能。陛下，臣奏请封沈玉宁为兵部谋士，参与边关军务。连你这个倔脾气都被沈玉宁折服了？沈大人有大才，臣心服口服。哈哈哈哈，有趣，当真有趣。宣沈玉宁明日入宫。真是许久都没有什么让朕觉得有趣的人。宣户部理事沈玉宁觐见。臣沈玉宁参见陛下。平身。谢陛下。沈爱卿，你真是让朕刮目相看啊！赵天雄那个臭脾气可都被你治得服服帖帖的。陛下过奖，臣不过是侥幸答上了赵侯爷的几道题，当不得如此夸赞。侥幸？朕可不相信这世上有那么多侥幸。赵天雄那3道题朕看过，每一道都是他从军20余年的实战经验总结出来的难题。你能对答如流，说明你不仅有管账之才，更有安邦之能。臣不过是多读了几本书而已。过来坐。陛下，这不合规矩。朕说合规矩就合规矩，坐下。怎么，朕找你下盘棋还要理由？臣不敢。陛下，您是直白先行，还是臣直黑后行？朕直白，你先走。你这是在让着朕？臣不敢，臣只是按照棋理落辞，绝我相让之意。有意思。朕登基以来，后宫妃嫔、朝中大臣跟朕下棋，没有一个人不让着朕。你是第一个敢跟朕真刀真枪干的。陛下，棋局如战场，相让就是欺君，臣不敢欺君。我伺候陛下这么多年，竟从未见过陛下笑得如此开心。好一个相让便是欺君！沈玉宁，你这张嘴真是让朕又爱又恨。臣惶恐。惶恐？朕看你一点都不惶恐。来，继续下，朕倒要看看你能不能赢朕。陛下，承让了。陛下息怒。你不怕？
陛下若是因舒淇而发怒，那便不是臣认识的陛下了。沈玉宁，你知道吗？朕有时候觉得整个朝堂只有你敢跟朕说真话。陛下，不是别人不敢说真话，而是陛下不愿意听真话。什么意思？陛下是天子，万人之上，一言九鼎，朝臣们怕陛下，所以说陛下想听的话，做陛下想做的事，不是为了欺君，而是为了自保。久而久之，真话便越来越少了。那你呢？你不怕朕？臣当然怕，但臣更怕有一天醒来，发现自己变成了只会说陛下想听的话的人。退下吧。臣告退。陛下，还要不要继续这棋？李德全，你觉得沈玉宁这个人怎么样？沈大人聪慧过人，才情出众，是个难得的好官。好官？他岂止是好官？那在陛下心中，沈大人还是什么？还是个令人着迷的女人。沈大人，陛下召您御书房觐见。李公公，可知道陛下召我所为何事？这个老奴也不清楚，不过陛下说了，让沈大人带上算盘。带算盘？陛下的原话是让他带上算盘，朕要考考他。还真带了。陛下有令，臣不敢不从。过来，朕这里有几份折子，是关于今年各地赋税征收情况的，数字太多，朕看得头疼。你帮朕算算，看看到底有没有猫腻。陛下，这几份奏折数字对不上。江南道报上来的粮食产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0%，但同期报道耕地面积却没有增加。按常理，产量与耕地面积应该是正相关的，这里明显有问题。你的意思是有人在虚报产量？不排除这种可能，但也有可能是统计方法出了问题。臣建议派人下去实地核查，拿到第一手数据再做判断。那就依你所言，朕回头派人去查。陛下，什么事？臣算完了，这几份奏折中的数字，经过交叉比对，有5处明显的逻辑矛盾，臣已经一一标注出来了，请陛下过目。短短1炷香的功夫，你就把这些乱七八糟的数字理清楚了。沈玉宁，你这脑子是怎么长的？臣不过是多做了一些功课而已。又在故作谦虚。沈玉宁，你跟朕说说，你觉得这朝堂上谁最会算计？陛下，这……朕让你说你就说，就当是闲聊，不必顾忌。若说算计，当属户部侍郎王大人。他表面上与世无争，实则每一步都算计得清清楚楚，从不吃亏。你看出来了？臣在户部这些日子，与王大人共事过几次，他的行事风格滴水不漏，却处处透着算计。不过什么？不过他的算计都是为了朝廷，不是为了自己，这一点臣还是分得清的。你倒是看得通透。朕在这个位置上，每天看到的人都是戴着面具的。有些人戴着忠臣的面具，背地里却干着贪赃枉法的更道；有些人戴着奸臣的面具，实则比谁都忠心。只有你，从不戴面具。只有你，从不戴面具。臣不敢。你不敢，朕看你什么都敢。沈玉宁，你跟朕说说，你对朕是什么看法？陛下是明君。就只是这样？就这样，再多说便是奉承了。
臣不会。你呀，朕真是拿你没办法。夫人，你真美。油嘴滑舌。玉宁，近日陛下召你进宫的频率越来越高了。陛下俊朗，又有才干。钱穆青，你在瞎想什么？你别生气，我信陛下的为人，更相信你。我只是有些不自信，毕竟你嫁我时并非心悦我，而是迫不得已。傻瓜，我早就对你动心了。玉宁，没伤到吧？我打碎了娘最喜欢的花瓶。什么东西都没你重要。玉宁，可以帮我拿下衣服吗？好。钱穆青，你干什么？夫人，我的衣服还在你手中。我还给你。刚刚亲手煲好的汤，玉宁，你快尝尝。好喝。夫君，你都不眠不休照顾了我3日了，累不累？和你待在一起，永远都不会累。钱穆青，谢谢你。还有，我只心悦你。臣沈玉宁参见陛下。坐。陛下召臣来，不知所谓何事？赏花，顺便聊聊。朕知道花快谢了，但朕就是想找个理由让你出来透透气。整天闷在户部看账本，会看傻的。谢陛下关心。我伺候皇上这么多年，从未见过陛下对哪个臣子这般上心。沈玉宁，朕问你，你知道最近朝堂上最热闹的八卦是什么吗？臣不知。是关于你和钱穆青的。什么？关于臣和穆青的八卦？有人说，钱穆青能当上户部尚书，全靠你这个媳妇儿在背后运筹帷幄。还有人说，你们夫妻2人，一个主内，一个主外，把整个户部都攥在手里了。陛下信吗？朕不信。钱穆青的本事，朕是知道的。他能当上户部尚书，靠的是他自己的才能。至于你，你比他更聪明，但你从不在他面前抢风头，这一点，朕很欣赏。臣只是做好自己的本分。本分？朕看这并非本分，而是聪慧。沈玉宁，朕再给你讲个更好笑的八卦。陛下请说。朕听说钱穆陵最近在家里天天喝酒，喝醉了就喊你的名字，赵靖武气得要跟他和离，闹得鸡飞狗跳。陛下，那是他们的家事，与臣无关。与你无关？他可是因为失去你才变成这样的。他不是为了臣，是为了他自己。如今他不甘心的不是失去臣，而是失去钱家长孙的身份和荣光。你倒是看得清楚。臣从来都看得很清楚。沈玉宁，你后悔吗？后悔什么？后悔嫁给钱穆陵。不后悔。若是他当初对我好，我可能一辈子都只是一个安安静静在钱家后宅打算盘的长孙媳，不会有机会进宫，不会有机会查账，更不会有机会当官。所以臣不后悔，相反，臣还要感谢他。沈玉宁，你知道吗？你跟朕见过的所有女人都不一样。陛下过奖了。不是过奖，是实话。沈玉宁，若你不是钱穆青的妻子，该多好。今年的军饷要在年前拨付到边关，你们户部要拿出一套方案来，既要保证军饷及时到位，
又不能增加百姓的负担。陛下，臣已经核算过了，若按往年的标准拨付，国库勉强够用。若遇到突发情况，恐怕什么？恐怕会入不敷出啊！陛下，臣有一个想法。说。臣查阅了边关历年的军饷发放记录，发现一个问题：军饷从京城运到边关，路上损耗极大，有时高达30%。这笔损耗本可以不发生的。沈大人的意思是？臣建议将军饷的发放方式改为就地采购，也就是说，朝廷不再从京城运送粮草银两到边关，而是将银两直接拨付到边关，由当地驻军就地采购粮草物资。就地采购，那价格会不会被当地商人哄抬？不会，臣打听到边关的粮食物价比京城便宜20%。若是就地采购，不仅可以省去运输损耗，还能降低采购成本，一进一出，至少可以节省40%以上的开支。陛下，臣已经做了一份详细的核算报告，列出了就地采购的具体实施方案和风险控制措施。若陛下同意，臣愿意亲自去边关督办此事。陛下，边关情况复杂，若不亲自去，恐怕会出纰漏。不行。陛下，边关太远，且太过危险，朕绝不能让你去。若出了什么事，朕该怎么办？陛下的语气不像是在对臣子说话，倒像是在对……陛下，臣得去。这件事，容后再议。今天就到这里，你们都退下吧。是。沈玉宁，别太任性。臣告退。李德全，老奴在。你觉得朕是不是对他太明显了？老奴不敢妄议。起来吧，朕不怪你。陛下，沈大人毕竟是臣妻。朕知道。朕比谁都清楚。边关就地采购军饷的方案，朕考虑过了，朕同意试行。但沈玉宁不能亲自去边关，朕派其他人去。陛下，朕说了，不行。陛下，臣愿意带玉宁去边关督办此事。你要去？臣在边关有几个旧识，办事方便，而且玉宁留在京城，臣更放心。好，那就你去，朕给你3个月的时间，务必把这件事办好。臣遵旨。哎，嫂子，你说这穆青离京不过短短半月，陛下便召见了玉宁10余次，我看他都巴不得让玉宁住宫里了。你说，陛下不会看上玉宁了吧？莫要胡言，玉宁是个有分寸的孩子，我们得相信他。快来，陪朕下完这局棋。陛下，这局棋您是在复盘臣上次跟您下的那局。被你看出来了。陛下，您已经复盘了3次了。朕不服气，朕就不信还赢不了你。陛下，您不是赢不了臣，是您太着急了。您的棋风大开大合，攻势凌厉，但缺乏耐心。若是能沉下心来，步步为营，臣未必是您的对手。你是说朕没有耐心？比如上次关于江南水患的处置，陛下3日之内连发7道圣旨，每一道都在催进进度，结果地方官员为了应付陛下，急功近利，反而出了纰漏。你的意思是，朕管得太多了？臣不是这个意思。陛下是天子，管天下事是天经地义的，但有些事欲速则不达，与其催促进度，
不如给地方官员一些时间和空间，让他们从容处置。沈玉宁，你知道满朝文武有多少人想跟朕说这些话，但都不敢说吗？臣知道。哼，那你还敢说？朕刚刚没忍住。你问李德全，平日朕就经常敲臣子脑门。哈哈。对，陛下常常这样开玩笑，沈大人别介意。臣不介意。对了，沈玉宁，钱穆青去边关多久了？1个月了。想他吗？想。那朕便多召你进宫，让你免得无聊。陛下，臣觉得陛下应该多跟朝臣们商议政事，而不是跟你一个女人闲聊。沈玉宁，你觉得朕找你来只是为了闲聊吗？朕找你来是因为整个朝堂只有你敢跟朕说真话，只有你不会因为朕是皇帝就阿谀奉承，就曲意逢迎，只有你把朕当人看，而不是当神看。陛下言重了。这是朕的真心话。陛下，臣会一直在户部为陛下分忧，只要陛下需要，臣随时都在。好，朕记住了。报！边关急报！呈上来。好，太好了！钱穆青在边关办成了，就地采购军饷的方案试行1个月，节省了20万两白银。穆青他做得很好。沈玉宁，如果朕说朕也想有一个像你这样的妻子，你会怎么想？陛下，臣已经是钱穆青的妻子了。朕知道，朕就是随便说说。你退下吧。臣告退。沈玉宁，朕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早些遇见你。玉宁无妻，见字如面，边关之事一切顺利，就地采购军饷的方案试行1个月，效果显著。我在边关一切都好，只是时常想你在京城要照顾好自己，不要熬夜看账本，不要饿着肚子进宫议事。等我回来，夫穆青拜上。穆青无夫，来信收虚。朝堂上的事你不必担心，我会处理好。家里的事你更不必担心，婆婆和二婶都对我极好。你要早点回来，我在家等你。妻玉宁敬上。穆青，早点回来。沈玉宁，钱穆青快回来了吧？陛下，穆青来信说再有半个月就启程回京了。他回来了，你是不是就不会再经常进宫了？陛下，穆青回来了，臣还是会继续在户部当差。陛下若是有事召见，臣还是会来。朕问的不是这个，朕问的是，他回来了，你是不是就不会再陪朕下棋、陪朕聊天、陪朕议事了？陛下，臣是陛下的臣子，陛下一声令下，臣随时都在。但臣也是钱穆青的妻子，臣的时间要分给夫君，分给家人。朕明白，朕从一开始就明白。沈玉宁，朕问你一个问题，你如实回答。陛下请说。如果没有钱穆青，你会不会？陛下，这个世界上没有如果，臣遇到钱穆青，嫁给钱穆青，是臣的命，臣的命里没有第二个选择。朕知道了。沈玉宁，你知道吗？朕这辈子最羡慕的人，不是那些功成名就的将军，不是那些权倾朝野的大臣，
而是他钱穆青。你退下吧。臣告退。陛下，您这是何苦？李德全，你说，朕是不是很傻？陛下，您是天子，你想要什么都可以，莫要伤了龙身，老奴实在是心疼您呐。不，有些东西，有些人，朕不能要，也不该要。沈玉宁说的对，这个世界上没有如果。朕是皇帝，朕的责任是治理天下，而不是儿女情长。从今天起，朕不会再单独召见他了。陛下，朕说到做到。玉宁，我回来了。回来就好。走，我们回家。夫人，少夫人，侯府赵小姐递了拜帖，说是想登门拜访。赵静婉，她还好意思来？让她进来吧。她既然敢来，想必是有话要说。玉宁，你见她做什么？她来了准没好事。上回在宝庄阁闹成那样还不够？娘，无妨，这里是钱家，她翻不起什么浪。再说，她以侯府嫡女的身份递了拜帖，若是拒之门外，传出去反倒显得钱家小气。你这孩子心就是太宽了。行吧，让他进来，我倒要看看他还想耍什么花样。让赵静婉到会客厅候着吧。玉宁，他若是说什么不好听的，你直接叫人轰出去。有娘在，谁也不能欺负你。娘放心，我知道怎么做。玉宁姑娘，叨扰了。赵姑娘，请坐。玉宁姑娘，我来是想跟你谈一件事。请说。穆林如今被逐出钱家，一个人住在城东的宅子里，日子过得很不好。他瘦了很多，也不出门，整天把自己关在屋里喝酒。他心里还是有你的，你能不能……赵姑娘，你是以什么身份来跟我说这些话？你若是以钱穆林未过门的妻子身份来，那你应该去找钱家的长辈谈，不是找我。你若是以侯府嫡女的身份来，那钱家的事跟侯府没有关系。你若是以他的好朋友身份来，那我劝你一句，为他好的方式有很多的，替他的前妻回忆他的好，是最蠢的一种。你果然跟我想的一样，是个厉害角色。我不是厉害，我只是看得清楚。赵姑娘，钱穆林当初为了你抛下我，现在你为了他来找我，你觉得我会感动吗？我不是为了他，我是为了我自己。我后悔了。玉宁姑娘，我知道你可能会不信我，但我今天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心的。当初钱家考选儿媳，我赌气不去，不是因为看不起钱家的规矩，是因为我害怕。我怕我考不过，怕被人比下去，怕在所有人面前丢脸，所以我装作不屑，装作清高，装作我根本不在乎，其实都是怕。我是侯府嫡女，从小到大，所有人都在告诉我，我比别人高贵，比别人尊贵，我不能输，不能丢侯府的脸，所以我不敢去考，因为我怕输。后来穆林来边关找我的时候，跟我说他娶了一个很聪明的女子，策论写的比他还好，算账比他娘还快。他以为自己只是在说一个事实，但他说这些的时候，眼睛里有光。我知道，他其实已经把你放在心上了。他来找我，不是因为还爱着我，是因为他不甘心。不甘心自己娶了一个被家族选中的妻子，不甘心自己的心意在不经意间被另一个人占据了。他来边关，
是想证明自己还是从前的钱穆林，还是那个为了赵静婉可以不顾一切的钱穆林？可是不是了。他在边关待了2个月，跟我说的话里有一半都跟你有关。他说你查账有多厉害，说你管庄子有多妥当，说祖父和婆婆有多喜欢你。他说这些的时候，眼睛里全是光。所以我跟他回来了，我想看看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。现在我看到了，你确实比他说的还要好。我今天来，不是来求你把穆林让给我，也不是来求你原谅我，我是来告诉你，他后悔了，他后悔的程度比你想的还要深得多。赵姑娘，你说完了吗？你说的很动听，也很真诚，但是有一件事你搞错了。什么事？钱穆林后悔还是不后悔，与我毫无干系。我已经改嫁了，我现在的夫君叫钱穆清，曾经是翰林院的编修，现在是户部尚书，也是钱家新的嫡长孙。他对我很好，我也对他很好。你说你后悔了，后悔当初没有去考试，后悔赌气，后悔让穆林来边关找你，但你的后悔跟我的选择之间没有任何关系。我不是你后悔的终点，也不是钱穆林后悔的补偿，我是沈韵宁。我做的每一个选择都是为了我自己，不是为了惩罚谁，也不是为了成全谁。赵姑娘，你们之间的事从头到尾都跟我无关，以后别再来找我了。你都听见了？听见了一部分。哪部分？从你说我现在的夫君叫钱穆清开始。你倒是会挑重点。玉宁，你刚才说的那些话，有一句我要纠正你。哪句？你说你做每一个选择都是为了你自己，但我想告诉你，你做每一个选择，我都帮你兜底。钱穆清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说话了？大概是从娶你那天开始，无师自通了。贫嘴。玉宁，去吧。玉宁，钱公子，有什么事吗？祖父让我抄的，我抄完了。可是抄完之后，我发现没有用了。钱公子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来就是想告诉你一件事，我从来没有不珍惜你，我只是珍惜的太晚了。说完了吗？说完了。走吧，我们回家。后来的事，京城里传了很久，说钱家那个被逐出门的长孙娶了侯府的嫡女，日子过得一天不如一天。他的妻子赵静婉始终融不进他的生活，时常争吵。钱穆林极少出门，时常喝醉了就伏在石桌上一动不动。而钱家的新长孙钱穆清一路做到了户部尚书，他的妻子沈韵宁以女子之身协理后宫账目，又帮着户部整顿了天下钱粮，被
被皇帝提拔为户部理事。钱家的祖训还在，京城里的世家们私下议论说，钱家这规矩定的真是有先见之明。娶妻娶贤，娶的是一颗脑子，不是一张脸，不是一副身世。钱穆陵当初如果不犯那个糊涂，如今站在那个位置上的本该是他。可世间的事就是这样，一步错，满盘皆落雪；一步对，天地皆宽阔。